欢迎收看第636期武器大讲堂。在火神枪面世之后，骑兵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为了能够应对这个问题，骑兵也开始配备火神枪进行冲锋作战。但是火神枪的操作比较繁琐，骑兵进行装填和火神的安装等操作的时候，会发现并不是很现实。随着更加方便的碎发枪的出现，繁琐和并不是很可靠的火神枪开始朝向碎发枪的方向进行发展。而一款专门为了骑兵作战而使用的短款碎发枪就开始在战场上面大量问世，其杀伤原理已经跟霰弹枪一样。本期的武器大讲堂就和大家探索这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霰弹枪的始祖雷筒。雷筒也叫做雷铳，是霰弹枪早期的形态，可以定位为早期的霰弹枪最早出现在1701到1800年这一阶段。当时的火器大都是特别长的长枪，长枪在近距离战斗和城市保卫战中很难挥发作用，因此全长更短的具有长枪一样火力的雷筒就开始广泛的使用，并在18世纪中期在军事、民用和犯罪团体中大量的普及开来。雷筒的结构跟碎发枪差不多，整体包括实心木质底座框架、枪管、扳机机构，带有碎石的旋转夹、火药盘和火镰等组成。在枪管的结构上已经实现了圆形枪管结构，一般采用铁或者黄铜制成，固定在木质的底座上，长度大约为30厘米左右，也有一些更长的为41厘米左右。但是雷筒的枪管都比较短，长度都不会超过60厘米。在枪口的位置会设计有一个喇叭状的外扩式枪口，外扩口径能够达到50毫米。这个设计有2个好处，第一个是可以让弹丸有更好的散布，第二个是为了前装发射药和弹丸的时候方便倒入枪管内。毕竟骑士使用的时候战场环境复杂，马背上颠簸再加上紧张，并不能很精确的对准枪口装填火药和弹丸。使用这种漏斗型的枪口可以发挥像漏斗一样的功能，让射手易于在马背或者移动的马车上面完全不用特意对准，直接倒进漏斗里就可以完成装填。在发射的时候，这个喇叭状的枪口会有特别大的火光，声音也特别大，类似于龙喷火的感觉，所以当时配备雷管的骑士也被称为龙骑士。枪管的后方跟火神枪一样，也有一个火药盘和火门开口，跟上一期介绍的火神枪基本上是一样的原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雷筒的引火机构即采用的是在火神枪机构基础上面改建出来的碎发枪机构，该机构包括碎石夹、扳机机构、扳机环、火镰和药池等组成。其中碎石夹上一般会使用螺丝夹上一个碎石，通过扣压扳机让碎石撞击火镰，产生火花，引燃药盘内的火药，从而实现激发的效果。这种引火的方式跟火神枪基本上是一样的原理，都是通过点燃药盘里的火药，从而点燃枪膛内的发射药。不同之处在于使用碎石撞击产生火星点燃的方式比火神更加的安全方便，尤其是上一期介绍的火神枪装填的时候会有走火的危险，而通过碎石引火就完全的解决了这个风险。而这个时候更早期的 sniping 形式的扳机思路就又回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完全不用担心运动速度过快让火神熄灭，而为了撞击更加的猛烈，甚至还需要加强黄力，所以这个时候的黄力就变成了扣动扳机释放主铁，碎石夹就会在黄板的作用下快速向前运动，与钢制的火镰摩擦激发。而这种全新的枪机结构被称为撞击式碎发机，一般火镰底部会充当火盖，起到保护防风防湿的作用。火器发展到这个阶段，其工艺和操作的便利性都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尤其是一些火器表面会装配工艺高超、制作精美的装饰，非常具有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但是其火药的安装方式还是早期的前装模式，使用雷筒的射手需要将火药从外扩的枪口倒入，然后装入棉花、纸或者是布料等材料，最后装入弹丸。弹丸一般是非常多口径很小的铅弹丸，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从周边获取弹丸，例如还可以在路边捡石子或者是木头等等充当弹丸使用。不过这些石块、铁块因为是不规则的形状，本身有棱有角，所以在发射的时候会损坏枪膛，因此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使用钢珠、铅弹等等这种标准的圆形弹丸。雷筒因为比较短，所以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从臀部或者手持发射，不过因为后坐力也不小，所以如果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发射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当时雷筒发射的时候，大量的弹丸喷出枪口，在有效射程内能覆盖接近3米的区域，所以基本上不需要特意的瞄准就可以实现杀伤效果。尤其是近距离的作战，更是可以将大量的弹丸推出，实现致命的面杀伤，跟如今的霰弹枪作战效果一模一样。在这款武器诞生之后，骑兵的作战水平越来越强，甚至在平民日常瞎防中也被大量的使用。这种武器本身的穿透力不那么的高，但是在近距离却有极大的杀伤水平，因此在一些狭小的空间内作战也是非常有效的。而
而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的，当属于当时非常流行的海盗了。海盗一般作战空间都是在船上，争抢对方船舶上的大量物资，使用这种雷桶最合适不过了。本身轻便小巧，携带机动非常的方便，再加上不需要特别的瞄准就可以实现灭杀伤，装填也很方便，所以在大航海时代，无论是军方护航还是海盗都大量的使用，成为了那个年代一个独特的风景。得益于其无需准确的瞄准，这种火器思路开始慢慢的被用在了狩猎上。因为动物快速移动的情况下，无法准确瞄准射击，所以霰弹枪的发展慢慢的在狩猎领域发展起来，形成后来的猎枪。而在军事领域，随着物资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后膛枪时代也开始降临，雷铳这种前装填的霰弹枪也开始慢慢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更加现代化和出色的霰弹枪也开始了陆续出现。火器时代终于开始走上了最终的结局，现代化的霰弹枪开始在各大世界大战中大放异彩。我们下一期一起探索。本期武器讲堂到此结束，更多精彩视频欢迎关注武器讲堂查网线内容，我们下一期见。